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的话，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呢，一旦我有新的视频，你就会接到通知。谢谢你的收看。前面2期呢，我曾经给大家谈到过日不落帝国，首先给大家介绍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也就是西班牙帝国。后来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大英帝国的兴起、昌盛和衰落。今天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谈谈这个世界上现代的这个日不落帝国，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从历史上来看呢，也就是在这个1879年的一篇文章上，他们美国人自己自夸他称什么呢？他说呢，山木大叔头上的这个太阳永不落下。实际上也是暗示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日不落帝国。但是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本身呢，它没有帝王，另外它国家的元首呢，也不是世袭制，所以说实际上呢，美国本身呢，不能成为一个帝国。后来在《美国历史导读》一书中，他描述这个美利坚合众国自己变成了一个帝国，影响力最终呢，超越了曾经是最伟大的大不列霸权，也就是大英帝国。今天呢，独立2个多世纪过后呢，在美国政府、公民和海外驻军，它的海外驻军呢是有140个国家和地区。这所有的一切呢，是美国所拥有的这个领土上，或者呢，在美国霸权控制下的美国势力范围中的国家的上空呢，太阳是永远不会落下去的。所以说，在实际意义上呢，它可以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但从狭义上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帝国。现在呢，我想给大家谈一谈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崛起。实际上，从1760年呢到1770年代，这个北美呢13殖民地，当时与大英帝国之间呢紧张关系，最终爆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了1777年呢，美利坚合众国成立，最终他击败了英军。后来到了这个1783年呢，大英帝国不得不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实际上和前面的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呢非常类似这个美国独立以后它迅速的对外进行扩张，尤其是呢在当时非常著名的门罗主义的这种指导下呢，是美国把整个美洲当成了它的后花园。从1803年到1848年这个40年期间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购买或者兼并的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面积呢，几乎比原来呢扩大了3倍。美国的领土呢，从大西洋东岸扩展到太平洋的西岸。到了1848年呢，美国和墨西哥发动了非常有名的战争。这次战争之后呢，美国几乎吞掉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到了1914年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呢，于1917年加入了协约国集团。通过这第一次世界大战呢，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财富和声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美国从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最大的债权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呢，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并且呢，在2战中获胜。2战以后呢，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德国，都变得一蹶不振。所以说，美国呢，就成了西方世界的首强，也就是最厉害的国家。从那以后呢，美国呢就领导北约国家和苏联当时领导的华约国家之间进行了非常有名的冷战。我前面也做过一期专门讲这个冷战。到了后来呢，冷战结束以后呢，苏联彻底解体，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进行对抗。从此以后呢，美国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当今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有着巨大的优势和强大的影响力。从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美军呢在全世界的这个部署。这个呢，实际上是在2016年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带颜色的地方呢，都有美军的部署，也就是给当时的大英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的地图比起来非常像。也就是在24时区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区都有美国的驻军，也就是它的旗帜呢，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飘扬，太阳呢永远可以照耀着美国的国旗。
上2期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崛起、昌盛，最后到衰落。那么美国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呢？虽然现在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权国家，也有很多人呢开始唱衰美国，也就是他们讲呢，美利坚合众国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呢，已经显示了它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些趋势。最著名的呢，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啊，当时美国开始受到了什么？开始受到了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崛起的这种挑战。这个很明显，虽然美国呢对中国的挑战呢尤为重视，因为它和欧洲是伙伴关系，但是实际上呢，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呢，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影响到另外一个国家在社会上的一个地位。所以说，实际上呢，对美国的威胁不只是中国、苏联，还有这个欧洲，同样是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挑战作用。在这个2010年4月，耶鲁法学院的一个叫布鲁斯·阿克曼的教授，他应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发表当年年度的这个他纳人类价值的讲座。在这次讲座中间呢，他就明确提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后来呢，这个题目呢又被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一本书。其实，在我们谈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的时候呢，实际上争议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的美元霸权、美国的科技的霸权、美国的军事霸权，仍然给其他有竞争力的国家相比呢，还是势头非常旺盛。另外呢，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人说呢，实际上美国现在还是在它的鼎盛时期，还没有开始衰败。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就讲了，从这个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呢，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呢，美国逐渐失去了它在世界上的这种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呢，逐渐也被其他国家在追赶或者追平，或者甚至有超越的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个有些人呢唱衰美国呢？他们有他们道理。首先呢，他们感觉到美国的分权制呢，它本身有很多的缺点，比不上英国的议会制。另外，他们也说呢，美国的宪法其实有很多的局限性，包括呢，像美国的特赦，我前面也做过一期。有些人犯了罪，但是呢，他如果和总统关系好，总统就可以绕过美国的法院大法官，直接将他的罪名赦免了。无论他犯的是什么罪，只要呢他符合条件就可以赦免。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而且呢对其他的犯罪的罪犯呢是不公平的。但是呢，这是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特权。在美国历史上，也有学者认为呢，美国总统之所以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应该是基于他在过去呢为这个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勋，而不应当呢是在竞争的选举中呢向社会大众许下了未来的承诺。他给大家承诺以后呢，他并不一定能够实现他的承诺。过去4年，大家就可以看得出，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呢，给美国人民很大的承诺，但是4年下来呢，很多承诺都没有得到兑现。这个不只是特朗普总统一个人，在过去很多前任总统过程中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因为在竞选的时候呢，他可以高喊口号，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所以说，实际上呢，有些学者就认为呢，应该是这个人过去对美国做过非常有力的贡献了，他才可以做总统。另外，通过这次美国支持特朗普总统的选民呢冲进国会这件事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呢，有人认为美国总统不应该是一位煽动人民的这种野心政客，他会能煽动大家，让大家支持他，他就可以做总统。还有人认为呢，美国的民主并不是一种全面的民主，或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实际上呢，有人认为这个美国的民主呢是共和党和民主党2个党派之间的这种竞争和战斗。实际上现在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美国是在走向衰落。这个呢也跟他们国家这种自我的调整有关系，和它的政策有关系。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调整自己的政策，调整自己在这个国际格局中的这种作用，那么有可能呢，它的衰落就会被降慢或者被停止。如果一个国家呢得不到适当的调整，再加上其他国家的崛起，这样呢就会加速这个国家的衰落。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
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谢谢你的收看。